大家好，又到了 Blender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动态。OK，我就算到这么短，因为是 cycle 算了，时间要用比较长啊。然后呢，好，这是刚渲染出来的，我们用 Blender 文件，我们先存盘，然后呢，重新进入一个 Blender， 这是 4.5 ，OK。进入一个 Blender 4.5 的文件啊，按照我对 Blender 的了解 ,4.0 版本到 4.5 版本它的界面是几乎差不多的 OK。 在我们打开 Blender 文件的时候，如果想找到我的账户里之前的 Blender 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玉姐可以带你学 Blender，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72，然后呢这里呢有个这样的工具，大家把它换成这样 OK， 然后呢就能在下面找到4页的教程文件夹，其中包括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是以基础教程为主，已经有了建模的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以及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的侯庙啊，然后呢还有蓝图，还有虚幻引擎5的正式教程，也有虚幻5同江母公司出来的 3D 软件 Twinmotion 新版旧版教程OK， 新版旧版，当然也有给 3D 人物设计制造衣服 Marvelous Designer 教程，然后还有给这么多人工智能网站给如何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动态场景的教程在这儿，然后呢还有参加 3D 比赛技术教程汇总在这儿。基本上如果参加 3D 比赛的话，他要求的绑鼓啊之类的我都或者场景设置我都会告诉大家，让大家开个好头啊，知道怎么样开头。然后呢还有 MetaHuman 教程合集等等啊。然后呢从第2页后半部分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包括几何节点推荐网站免费插件、抽象教程、粉丝问题和材料节点课、海洋海水教程啊，当然也有绑鼓教程、建筑教程、花朵教程啊，我分的比较细了，后面都是 Blender 的分类。星球类教程啊 Mixamo 外星来客、常用修改器、布艺教程等等 OK。好，我们打开 Blender 4.5 版本 X 键把这个立方体删掉。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插件叫 Extra Object， 然后呢大家可以搜索 Extra Mesh Objects OK， 其实就是我在这儿勾勾搜索 Extra 就是额外的 Objects 物体 Add-on 插件 Blender OK， 然后呢就能找到这里大家看到Blender 它的官方网站，然后呢你就能把这个 add-on get add-on 就是得到插件，然后点击一下以后就有 drag and drop into Blender，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打开 Blender， 然后呢同时也打开这个浏览器，把它变小一点然后呢把这个直接拉到这里面来 OK，拉到这里面来，他就问他当然我这里已经有了 OK， 我这已经有了，他就会那个骂你，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直接添加就行了。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在 Edit Preference 喜好设置 Add-ons 这里 OK， 你就搜索一下 Extra Mesh Objects OK， 勾选就行了。勾选以后我们就在 Add Mesh 这里呢就有多比上面这里多了这一排多了这一排的这个资产，然后你就搜索 Torus Object 就是环的物体，然后呢选第2个 Supertort OK， 这样的话你就能数字7鼠标移到这上面，数字7键就能看到，从上往下看是这样的对吧。然后我们把它的 X 轴 Location 90度 OK，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在这儿是看到是这样的竖起来。好，跟着呢我们加修改器 Generate 一般的，然后呢加一个精简修改器叫 Decimate 修改器Decimate 修改器，大家如果是中文的大家认准是Decimate 修改器Generate认准了这个图案认准这个图案。然后呢还有我们选的是反细分，然后在这里 Iteration 这个迭代呢我们选1，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它的这里有变成一些三角。
然后呢让它平滑一点，所以我们要在 General 加一个卑微修改器，也叫平滑修改器 OK。 然后呢跟着把它的 Amount 现在是0.1米改成0.01米啊，然后 Segments 改成5、2、3、4、5 OK。 然后呢跟着再加一个加厚修改器，我们把这些上面的修改器变最小化，然后我们加一个加厚修改器，又是 Generate 里面名下的 Solidify 修改器，然后把它的厚度 Thickness 改成负0.12米， Offset 偏离1。好，跟着呢我们Shift加低多一个，它就变第二个了。第二个呢在它的位置设置这里，我们把它 Rotation Z 也变成90度，然后让它上移让它上移，这个 Location Z OK 变成1.33米，好 1.3米，其他呢我们别碰其他可以别碰。然后呢再选这个第一个环，这下面这个，然后开始可以做它的时间针，我们把时间针拉出来，然后再选第一个环，也就是这一个 OK。 大家可以看见在这 Rotation Y OK， 在时间针是1的时候 Rotation Y 是0度，给它加一个针，然后呢我们让它总共才240针 OK， 然后按最后一个键让它到240针，然后呢这里呢这个 Y 呢改成360度 Enter， 然后加针，然后到第二个环呢我们又把这个时间针回到用 N 这个键回到1针，然后呢也是 Rotation Y 也是0度 OK， 然后呢加针，跟着点这个键让它到240针，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值改到360度，做法都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它们的物体位置不同，所以呢就有可能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OK， 好了。然后呢到我们要全选这2个环，左手Shift键右手鼠标左键，这2个环都选了以后呢 LMN 的 M 就2个门那个 New Collection， 它就变成了 Collection 2，你就 Create OK。 那它呢就在一个重新建立的一个组合里面了。跟着呢我们不断的，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collection 只有一个对吧，我们数字1键 OK， 数字1键，这样的话从侧面平着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 add collection 2，那又加了一个，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上移大概这个样子吧。然后呢再加 add， 又是加 collection 2，又是上移让它们的位置 add collection 2，又是上移要做多几个，因为它一会儿会动态会下降。add collection 2，又是上移 OK。 好，然后呢再 add collection 2，又是上移1、2、3、4，再做一组吧，以防不够然后 add collection 2，又是上移大概这样吧。好，现在呢我们基本上这里就完全做出来了，它这里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我做成 OK。 好，跟着呢我们该加摄像头了，点击这个摄像头 OK， 如果你没有摄像头的话你就加一个点击摄像头，这里也点击摄像头，大家可以看见它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 LMN 出侧边栏，点击 View， 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按住鼠标中轴，按住不放，往左边移
往左边移 ，OK。好了，然后呢，或者往右边移啊，往右边移啊，往右边移 ，sorry， 因为刚才呢，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样子 ，OK， 所以呢，跟着再选这个 camera， 这里呢选摄像头，按住，在这里我们选的是第2个 ，OK， 选第2个，然后7.314就不碰了，跟着呢，我们按住鼠标中轴，再度把它摆正这个位置。往左或者往右摆正，然后呢，把这个 Shift S， 当然你可以让它中间那样来看 ，OK， 中间那样来看。其实呢，你可以让它这样 ，OK， 摆中了哈，摆到中间了，然后呢，让它上下移 ，OK， 让它这一对刚好在中间位置，就是中间有个圈儿。OK， 然后呢，最好就是连上前后的样子。鼠标移到这儿，稍微放小一点，再放小一点，看看啊。然后呢，基本上这里连上，这里连上，对吧 ？OK， 基本上这里这个位置，你还可以让它再小一点，调小这个数字。然后呢，再上下移，这个Shift X 左右移呢是Shift X 按住鼠标左键是左右移，这个呢是上下移 ，OK， 让它的这个位置刚刚好，好了，然后呢，勾选关掉，按键进侧背栏，那你就能看到它这里就是连着了。当然，你还可以再调大一点这个数字，然后把这个位置再上下移一点。好了，就这样吧 ，OK。然后我们鼠标一挥这里，按键进侧边来，好，这个摄像头的位置就算摆定了。然后呢，我们再选这个 camera， 选这个 camera， 在 location Z 这里 ，OK， location Z 这里，先打开帧，让它在第一帧的时候打开帧。我们我们先不打开帧，我们让它是 2.66 OK， 然后打开帧，然后呢，到最后一帧让它变成 2.66 乘以4是 10.64， 打开帧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播放一下看看它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往下走，这个动态就出来了，对吧？好，然后呢，跟着就轮到设置它的渲染。我们回到第一帧，设置它的渲染，在 Render Property 这里，我们给它 Cycles， 然后呢，设备选 GPU Compute， 然后这里呢，选的是32，这个呢选128啊，在 Viewport 和Render 的数据就大一点，然后在最下面 Color Management 这里呢。Look， 我们换成 medium high， 就是中高对比度。好，这个呢第2部分完成了，跟着呢我们就要做它的材质。先选这第一个环，我们进入到这个 OK， 进入到这里啊，进入到或者说 Viewport Shading 也可以啊。然后呢选第一个环，在这里呢你可以选到 Shader Editor， 当然说你在这个地方这里选 Shading， 在外面这个选 Shading 也是可以的 OK， 在这再选摄像头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如果在 Viewport Layout 就可以在这儿。那我们呢也可以把这个换回时间帧，如果你想的话。然后呢，我们可以在 Shading 这里也可以，对吧？然后跟着给它一个新的材质节点啊，这个可以给它改个名字叫 GLASS。OK， 然后呢，在 Viewport Shading 你要看到时候它是怎么出来的。好，因为呢
玻璃的光线有红绿蓝它的反射是吧？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 principal BSDF 不需要 X 键删掉。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用 mix shade， 加 A mix shade。OK， 先连上，因为呢它有几条线啊，还有一个，如果大家在这里不懂的这些材质节点的话，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可以带你学 Blender。刚才说这里有4页的合集文件夹，其中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已经有了 Blender。然后呢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2就有6堂课是给材质节点的。OK， 然后呢，我们加就是最重要的材质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设置的这些都会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加 mix shader， 当然就是说刚才说过，玻璃有3种反射 refraction BSDF。OK， 一个我们用这个来体现红绿蓝3个。好，然后呢，要把它们2个连在一起。我们先把这个红绿蓝先设好，这个红是大红 ，OK， 把这变成1，这是变成0，这是大红了。然后呢，它的 IOR 呢，因为它们的这个 IOR 呢都要不同才能出现3种反射，就是这个射线不同的位置啊。然后呢，绿，这也是1，然后 0.333 啊，绿的。0.333 ，OK， 然后呢，这个 IOR 呢改成 1.5， 好，到下面这个了是蓝色，深蓝色 ，OK， 就是 0.666， 然后呢，这里又是变成1啊，这就是深蓝色，而它 IOR 呢就 1.7， 那3条路道不同才能反射3条不同光线，然后呢，把它们3个要连在一起，去加 A。那就是 X shader 了，就是把这个一个去加 D， 选了它去加 D， 那就复制一个，然后呢把它们俩连到一起，然后再把这个连到它这儿，连到一起 ，OK。好，还有一个呢，我们再把这个 shader OK 连上第一个 shader， 好，连上第一个 shader。然后还有，我们把 Glass BSDF 这里变1啊，去加 A， 然后呢，我们就要加一个 Glass BSDF， 就是做玻璃的材质连上。好，看到这玻璃的样子在这儿了。然后呢，它的 roughness 呢，我们改成 0.2， OK。然后这个值呢，我们选 RGB 第一个值我们是 1.02， 第一个值是红。OK， 绿 0.88， 蓝 1.1 OK， 那这个白色呢就是有点偏粉的白色。好，而这个值呢，它可以控制这个玻璃 OK， 这两个值它的这个值做出不同的样子啊。当然还有这个第2个 OK， 这第2个环也用同一个玻璃的材质啊，这样看就容易看了，对吧？好，跟着到下面呢，它们的 roughness 玻璃的 roughness 呢，我们需加 A 加一个 color ramp 呢，虽然是可以导入多种颜色，但是它的A 黑色和白色的位置，它也可以来设置它的这3个 refraction 的 roughness 的值 OK， roughness 就是反光度 0.41 啊，这个黑杆点到这儿，然后呢这边黑了就可以设置它的 pose 的值，那就能设置它的位置。而这个白杆点击 OK， 点击，然后这里下面变白杆了 0.68， 然后这 color 呢就连上这3个反射节点的 roughness 看不到了 OK， 好了。好，这部分呢我们就基本上做到这儿了。但是呢它的这个 fat 这里呢我们要加上 layer weight， 因为呢像我们要它的光路啊，所以呢我们是加 D 是加 A 啊，
然后呢加上一个 light path。light path 顾名思义就是光路，然后呢我们要选is glossy way 是光泽的射线啊，这里 is glossy way rate 就是射线的意思，是加 A 我们加 layer way， 像做宝石啊，像做宝石就要用 layer way， 然后呢把它这个粘上它的 blend 是混合意思，然后把 fresh nail 粘上 mixed 的，这里是不是有个 fat 粘上 OK， 那这里呢它的这个节点就完成做成了。好，轮到呢我们要加灯光了，回到layout 页面，可以在 viewport shading 看一下，现在它全发黑啊，所以呢我们加灯，加什么灯呢？加灯啊，这灯叫 area light OK， 就是面灯，大家可以看见在这，而且呢然后我们在这设置一下，虽然加了面灯它好像还没有什么光线，可以看啊，这个 area light 它是一个面灯，然后它现在呢是往下面照的，对吧？而且它的光线不够，所以呢我们把光线 power 选5000瓦选的灯，然后自己设置5000瓦。然后呢 shape 它的形状呢就叫 disc， 是一个disc 什么，就有点像我们的碟，就是那种唱碟啊，这音响唱碟子那种。然后呢 location 它的尺寸是28米，让它照的这么宽这么大一个范围，然后在位置这里 OK， 位置这里让它 location Z 升高10米，也就是让它往下照。好，跟着呢我们就需加低多一个灯啊，鼠标左键摁一下，需加低以后鼠标左键摁一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位置改一下，改成-6米，也就是说一个灯是往下照，一个灯往上照，-6米 OK。 好，你就能看到 area 来，这个下面这个往上照刚才那个 area 是往下照了，因为它是10米升高了，往下照。这个呢下面第二个就往上照 OK。 那这样的话呢你得看到这里看到这里，而且还有一个呢，这个 area 001就第二个 area light它的位置这里让它翻过来 Y 轴 rotation Y 改成180度。好，然后呢我们播放一下，大概好，还有一个呢，这个动态这些就基本上也完了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合成器，让它像玻璃更加清晰度高，点击 composting， 然后勾选 use nose， 然后呢把这个合成器往这边拉，这个往这边拉，这时候我们加一个让它发光的节点，叫 glare 节点 OK， GLARE glare 节点。然后呢还有一个预览节点，是加 A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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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把它这样连上，当然也可以虚键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右键，这样把它们这样合在一起连。还有一个再加一个是加 A LANDS lens LA 打错了 LENS lens distortion OK。 好 lens distortion 啥意思？如果大家有些时候在这英语不懂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进入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手中有个掌中宝 LENS DISTORTION 就是镜头的畸变 OK。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两个值改成 0.02， 这个值也是 0.02 0.02 Enter， 然后呢你就可以渲染一张相片来看看它的效果了 OK。 在渲染这个相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东西，我们回到 layout 页面因为要等嘛，这个 cycle 的渲染是比较慢，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是设置它的视频 ，OK， 它的那个音响啊，它的跟着音乐来出来啊。因为呢，如果你渲染的话，有个音乐会好一点。我呢就在 Google Pixabay.com 这个网站找到了这个叫 Don't Talk 的音乐啊，然后呢给播放给大家听一听它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当你要按下载的时候，就有作者的名字啊，但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也是可以给他赞助一点钱的，好吧？因为毕竟什么东西都是，这个作家也要生活嘛。然后呢，好，这里我说完了以后，你就摁那个这里啊，就是下载了。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渲染设置。怎么设置渲染设置呢？就是在 Output Property 这里，然后呢，你在这里输出要一个什么名字啊？我起个名字叫做环吧 ，TORUS，OK， 起个这样的名字。当然就是说这个文件你也要存盘，对吧？要存盘 save 啊 ，save 在 downloads 文件夹给它一个环的名字 TORUS，OK。啊，给个名字4.5吧，就是这个 Blender 版本4.5。然后呢，文件格式我们换到 video 录像。然后呢，Color Manager 刚才彩色管理这里我们设置了中度的对比度是吧 ？Encoding 这里呢，按 Container 容器我们要换到 MPEG 4啊。渲染的视频就这样出来的 ，OK。然后其他不用管，但 Audio Code 这里呢，我们如果要没有音乐就 No Audio 就由它，但有音乐就换到 MP3 就行了。然后呢，在这里呢，再把这个音乐 ，OK， 这里本来是 Timeline 时间帧的，我们换到 Video Sequencer， 然后 Add Song， 再把你刚才下载那个音乐叫 Don't Talk 是吧？我搜索一下 Talk， 那就出来了 ，OK。那然后呢，再回到时间帧，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在时间帧。在你这个video sequence 设置音乐之前，一定要把时间帧按这个键，让它在第一帧 ，OK， 然后才设置音乐。否则的话，如果的时间帧在这，你就设置音乐的话，在70帧，那音乐只会从70帧开始 ，OK。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看看我渲染出来的这个相片就是这样啊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要好，我们把它插出去，然后呢。如果你要渲染视频的话对，还有如果你渲染的是个相片，我忘了说了 ，render image OK 当这里 image 当这里的 image 是这个存盘这里是灰色，你是存不了的相片一定要等到它像这样的白色你才能存 OK。好，我们现在让它再算一会儿，然后呢，如果是渲染视频的话你就直接 按 render animation， 那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一些东西就会所有的就会在这慢慢的就会渲染出来这个视频 OK。 视频的话，因为 Cycle 渲染视频确实是非常慢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合成器，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呢再看看这里，如果是像渲染相片，我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告诉大家，这个渲染就算是相片，你也要设置的。快了看这里呢，就是你在渲染的这个进阶，看什么时候渲染完。好，渲染完了，然后呢，你可以如果觉得不满意，你还可以在合成器里进行及时修改，对吧？就是在这个合成器这里进行及时修改，而在这呢。这下面呢，你还可以 image editor， 然后呢，选了 image editor， 然后换render result。那这样的话呢，你一边修改，因为我们加了一个这个 viewer 节点预览节点，你这一边修改你就能一边看到它修改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OK。 那现在呢，我觉得还可以，那我就不修改了。然后呢，我们在这好渲染出来这相片了，可以看到这 image 这里白色 save 了，然后你就可以存盘。然后呢，这里呢你就换，如果是有背景的就换 JPEG， 如果没背景的换 JPG OK。 然后呢，在这里起一个 downloads， 起一个文件名叫做 TORUS OK。 然后呢 JPG save。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就到此结束啊。当然我没有直接再渲染相片出来了啊。然后呢，你可以在 downloads 这里直接看到我们渲染出来的相片，就是这样了，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玻璃的反射，对吧？然后呢，我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教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